就这样，时间长了，我也偷偷的回去看他们一眼。那你回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真的不知道吗？就让他们认为我死了吧。这就是我老朱奈坏老头，不能回去，可心里却总是惦记着他们。你大哥也是跟我一样的，他心里肯定是惦记着你们。他是个杀过人的人，又跑到那边去了。就算他回来了，他也不敢轻易露面呢。我不在乎。你大概在乎啊。哎，我大哥出事的地方离咱们这儿远吗？远倒是不太远，大半往北，也就是个80里地吧。칭찬하신 배. 아, 자, 지치고 잠다고 몇 대. 자, 지 잠다고. 아, 자, 지 얼다려. 아, 자. 저걸 또 이렇게 해요? 진짜
马对空，是我们要出动的敌人。哎，我动，我们要出动的敌人。哎，同志们，把我们指导员唱一首原汁原味的南京腔调怎么样？二起了，特个巴呀。
多冷啊！滚蛋！大江啊，要不别让娃在里边挤，就算是买着书，我也不一定能考上。对，说啥呢？多不吉利的话。手冷不冷？要不你把额姐的手套给戴上吧。不管啊！要是王小强老师在就好了哦，他就不用在那儿那样挤了。出去！哎呦！买着了。哎，可算买了。哎，没买几。这么多书，时间也不够用啊。你能不能给我有点骨气啊？你不够用，他们就够用啊。再说了，你有天赋，这次考试必须10拿9稳。阿爸说的对呢，肖，你说什么也得要考上，你还得给伊达木和桑布做榜样呢。不脏。你看你，这不给孩子增加压力吗？啊？这次不行，咱就下次。咱重在参与，不行，咱明年再考啊。哎，莫成云同志啊，你昨天晚上悄悄跟我说什么来着？天天教育孩子心口合一、诚实守信，你眨了眼睛？你现在怎么说的跟做的都不一样呢？你眼前可只有一条路啊，一定得考上，要不然你这阿爸也得失眠，掉头发。你们啊，只会纸上谈兵，啊，是骡子是马的，拉出来溜溜啊！你还别激我，给你们交个实底儿。我同学的三叔就在横道核林厂工作，那儿的什么红松啊、柏木呀，多的都能堆成山。问题是，你有资金吃得下那么多木材吗？资金不是问题啊，大不了大家集资把这事做了。现在最主要的是车皮呀。车皮是个问题。对。为什么不排练？让你们在外面排练，让你们在外面聊大天了吗？队长呢？指导员，我们的队长正在跟齐招的所、跟岗山谈生意，谈得风生水起的啊！现在啊，哪有心思阻止我们排练啊？我告诉你，外面热闹成什么样我管不着，可红别乌兰木齐的人，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分。指导员同志，现在都啥情况了？您就别跟我们讲大道理了。我看你真飘。您误会了，您误会了。你别瞧不起我们做生意。我刚才还跟他们说呢，我手里有一批硬货。啥货呀？啥货呀？赶紧说，快说。50辆苏联原装进口拉达，就在赤塔等着呢。现在就差一道手续。哎，指导员，您不是跟那个德格机长不关系可好了吗？办到手续应该不成问题，是吧？你是英雄的弟弟呀，利用这层关系，给我们红标乌兰木齐也解决点实际问题。还是让你那50辆拉达先停在边境线那边吧。不是，指导员，这事不让你白忙活，1%的提成，咱们大伙儿分，行不行？行，指导员同志，你就求求齐长吧。去，都出来，排练，出来，拿上琴。还在哪？快，排练，队形，拿杆。天冷了，快点！马上自己来啊！队形站好，音乐准备，1、2、3，起！
排练干什么？有事，你快来。出事了，我碰见个自称宋老板的，赖着不走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在饭馆呢。阿达，刚才你说的50辆拉达是不是真的呀？这还能骗你吗？人家大票头我看过。你们怎么认识的？就上次汇演，他说他能搞到建筑钢材跟水泥，这我也就信了，把他约过来。谁知道他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东边个亮，西边亮呀！我到水里不动动，谁能知道哪的水深哪的水浅？亏你们还是些大老爷们儿，一点魄力都没有。好去。他说能搞到建筑钢材和水泥，你就信他？这不是提倡搞活经济吗？这我也是见钱眼开。问题是你也没见到钱。反正待在红边乌兰区也没啥前途了，干脆我们大伙合起伙来，大干一场得了啊！不出去闯闯，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发财吗？啊！再没前途也是个事业单位呀。咱们都走了，红边乌兰区怎么办？只要有他在，红标蓝旗亡不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估计啊，你说的这个宋老板，充其量就是个蒙吃蒙喝的空手道。他这连吃带住的，快半个月了，我是真消化不了了。你再也得帮我一趟。想必我的实力和背景，这温老板都给你介绍了。小狗啊，宋老板有多少钢材水泥，我全要了。先给你付50%定金，剩下的等货到后一次性付清，公不公平？公平啊，太公平了。宋老板，别怪默默啰嗦。这个年头是鱼龙混杂，那骗子遍地都是。宋老板啊，能不能给我看看你的批文啊？这个，您说啊，这没有批文，我没办法付您定金呢。前几天啊，我们遇到一个，说是自己能搞苏联原装拉达，哎呦，后来发现是个空手道，拿不出批文啊。当时就让我2个小兄弟给废了。呵，咋闹的？宋老板啊，咱们都是江湖上混的啊，是啊。那你跟我做生意，可得实打实的来啊。对呀，实打实啊。你看这个，我出去方便一下啊，方便一下。下次批文一定带来啊，慢慢进啊，慢慢进。哎，总总啊，这就着急去买单了？对呀，我去买单啊，免得你跟我争来抢去啊。慢慢进啊，慢慢进。我都跟饭店老板三峡说了，这屋的单他结账。这衣服在哪儿借的？勒死我！跟四哥借的呀。四哥啊，我还得还回去呢。舞蹈队的啊。是。哎，金山，你还真有意思啊！干脆带咱们哥几个做生意呗。咱们都去做生意了，把红边木兰木齐叫谁呀？
老马，你没吃饭呢，能不能快点？快点，快点，观众都进场了。大奎，哎，这影子怎么还有啊？这灯是老古董了，又坏了，赶紧修！观众进场了啊！你现在这个腿是越来越硬了，老胳膊老腿的，痛！哎，衣服单着不太穿，放衣服走啊。我刚才数了一下，12个人。先走了啊，同志们。从前咱们那么受欢迎，现在都没人几个人看我。说的那些哪年的皇帝呀？现在的牧民都忙着把自己家的牛呀、羊呀、马呀变成这个角色，谁还有功夫看我们演出？同志们，我说一下啊，就算只有一个观众，我们也应该把我们的演出演好。我们也应该把国家的声音和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广大的牧民，这是我们苏米图乌兰牧骑一贯的工作作风。赶紧准备了。你看，莫迪说的是对的啊！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广大牧民们还不能再次回到我们身边。我坚信，我们苏米图乌兰牧骑迟早会渡过难关的。哦，散。你俩就别在这儿自个儿说大话了，也不看看，现在除了我和杭拉，还有谁安心的在台上演出？喂，我是三三，快换衣服啊！纳日苏和扎娜还没来，我找人去叫他们啊！这叫临阵脱逃，知道吗？这要是在战场上，我就毙了他。嘘，你别着急啊，你现在是领导。你得想办法解决问题。我就不相信了，没有这2个臭鸡蛋，我还打不了曹子高了呢。胡不气，你顶替纳尔苏啊？啊，我就你。哎呦，挨个屁，快！记，快！秦牧哥，顶替扎娜。起来活动吧，这都几点了？还有几分钟就开演了，快！求你们了啊！在外面不好了，就回来。就留你一个人，行吗？你们不常说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走了。喂，能不能把马头琴留给我？稍稍。加油蛋！等你回来，我再还给你。人呢？
前台有人吗？人都跑哪儿去了？科长，今天礼拜天。指导员同志，咱们什么时候改变的规章制度啊？节假日排练，平常演出啊。这咱们这多年养成的习惯，这说变就变了啊！你跟我嚷嚷啥呀？平时人都凑不齐，更何况是礼拜天呢？亲，可有意思。达西同志，你这个指导员是怎么当的？现在马上把所有的队员召集齐，谁不来按旷工处理。这两天不是情况特殊吗？城里来了个演出团，让他们放松放松嘛。什么叫放松放松啊？自己的节目不排练，去看别人的节目还放松放松，再放松，苏米图、乌兰牧骑都能唱《空城计》了。我关键是不知道对面的司马懿是谁。什么司马懿、司马二嘛？司马就当活马一下嘛，咋了？那是苏和珍呢，停薪留职的事，跟你说了吧？敢？谁跟我提停薪留职，我就开除他，然后我就到企业文化局门口上吊去了。喂，你说啥呢？啊？我们苏米图乌兰牧骑少了哪个臭鸡蛋都行，为了少了你这个臭鸡蛋不行。你才臭鸡蛋呢！你全家都是臭鸡蛋。跟你家乌兰兔牙，你就没学点好你？那苏和珍那停薪留职，哎，你去文化局自杀个啥呢嘛？啊？不是周伟他们让那些草台班子到七里来演出，咱们队员能走光吗？有没有草台班子？哦，你说的是那个霹雳舞团，红吧？呸！他们也敢称作团？充其量是个七拼八凑、五音不全的草台班子。我就不明白了，你说现在这年轻人怎么就好上这口了呢？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指导员同志，咱们真得好好琢磨琢磨改革的事儿了。我们必须得用我们的新节目抵御这些七拼八凑的草台班子。要不咱脚下这块阵地可真就让他们占领了，阵地都保不住了，革命队伍里能不出叛徒吗？这哪儿跟哪儿呀？哎，上头是有号召的，那是苏和珍那停薪留职是响应了号召，听吧？啊，这跟叛徒没什么关系，是不是？他们两个是不是咱们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中坚力量？是不是？算是吧。现在是不是咱苏米图乌兰牧骑青黄不接的时候？是不是？是。这个时候他们俩选择下海，那不是叛徒，那是什么？啊？人各有志，强扭的瓜不甜，这不是你一直说的话啊？是不是？依我看，他们要走就让他们走吧。什么叫走就走吧，同志，你做人能不能有点原则呀？啊，放与不放是咱们两个已经决定好的盘子，你怎么能这样朝秦暮楚、出尔反尔呢？在这关键的时期，你先把你自己的风向给保准喽。你跟我嚷嚷啥？你跟我嚷嚷啥啊？你跟我喊啥你啊？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人家想看看世界咋了？别跟我嚷嚷我呀啊！让我这个时候拿着那个那二大把四个鸟叉什么啊得给我啊！我能留住他们心吗？啊！我最多就6个人，亲他妈的巴卡拉气！哎，这个死合气，这个死合气。
我的指导员同志，你现在这脾气太暴，是吧？你真得收敛点了。你这要不你这气大伤肝。莫成人，你好意思说啊？我以前有脾气吗？啊，我发过脾气吗？我自从跟你搭了班子之后，我每天发脾气，脾气出是个啥了？这是上了，这是个。怪我，都怪我。哎，要不咱俩去看看？看啥？哪个？那个草台班子，你觉得呢？就那个七拼八凑？对呀。就那个五音不全啊？算去了，我还是去听我儿子哭得了。行吧，反正我也不是太想看。嗯，谢谢啊。回了啊，我一会儿也回去了啊。查克日马同志，请您放心吧，我是不会走的。就像你过去总开的那个玩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红边乌兰牧骑这杆大旗一定不会倒在我的手里。我要让咱红边乌兰牧骑这面大旗继续在草原上飘扬。我没学到多少本事，最拿手的就是诸葛那大叔教我的潮耳，那就唱潮耳吧。坏老头儿，就让我替你把潮耳唱遍整个草原，把我对这北疆大地给予我的恩情和我对这里亲人们的愧疚唱给你们听吧。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2根线那么多钱，现在就是这个价位。我这还不瞒你说，他已经给我打折了，你知道吗？就你指导员的面子就值几毛钱？可以了，他们比这个贵多了。太不像了！队长，指导员，走啊！我打饭去了。走，走，快点啊！我再跟他们说说，好吧？同志们，
不早了，真的不早了啊！咱们都抓点紧，行不行啊？这话你晃的咋回事？我晃了吗？你没晃吗？我他妈气的。现在啊都在搞到电声乐队，所以电工特别吃香。这个价位，这个招式都是正常的。招式它也不能那么贵吧？它。我跟你说，现在电声乐队韵律已经打到我们草原上来了，他们的演出确实是挺好的，你不觉得吗？我觉得咱们乌兰牧骑的演出啊，落后了。什么叫落后啊？咱们乌兰牧骑有自己的特点，但现在的年轻人喜欢那种快节奏的东西，喜欢那种咚子哒子咚子哒子。咚子哒子咱们也可以有啊！咱也换电声乐器不就完了吗？你说的可真巧呢！哎，2条电线把你气成个这样子，那更何况换乐器呢？更把你气死得了！我生气了吗？你没生气吗？我生气了吗？你没生气吗？你？我告诉你啊，钱不用你管，我想办法。哎，你去哪儿弄钱去你啊？你是不是又要找那个士兵在弄钱去？我不想给你泼冷水。我跟你说，周现在的周已经不是以前的周伟了。就咱们剧院这个线路老化这个事情，我已经报上去1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批下来。你怎么不告诉我呀？我怎么跟你说呀？啊，现在是什么时候？每个单位都在搞改革，啊，每个人张着口跟他要钱。你是队长，主管业务，不能什么事儿都找你吧？周伟，你不了解他，他是数牙膏的，你不踹他不出。你赶紧，那2个属周伟的，你给我再踹2脚，便宜点。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不能眼看着咱们苏米图乌兰牧骑连换根电线的钱都没有吧？你呢也帮我出个主意，想想咱们乌兰牧骑以后改革的方向。我们2个有言在先啊，别招数怪。钱我是没的。其他什么我们都可以好好谈啊。周大局长，请。还请你的是酒啊？当酒喝。你是文化局的一局之长啊。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乌兰牧骑、苏米图乌兰牧骑这杆大旗倒在你我的手里吧？哎，你是苏米图乌兰牧骑的队长，别避嫌，我可不是啊。如果你要是有什么事都来找我，那我要你这个蓝马干么事呢？再说了，经济时代你也不能忽略了传承思想的重要性。老同志们都看着你，让他们也每天看看我们的老同志，学习一下他们的精神。林安也看着你。哎，周大局长，你也看看外面啊！现在都什么时代了？这人见面不是谈生意，那就是做买卖。现在能正常的出勤，那都是给我面子，啊！我跟人家穷白话，谁听我的呀？是不是？哎，周大局长，你能不能看在咱们一起挖过井、放过羊、冰天雪地战过狼的份上，你帮兄弟一把呀？他这1年的预算我已经报上去了，但现在还没有什么啊。你除了看那2个人线路老了之外，什么时代你也不能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维护。除了那2个线路老了之外，还有什么设备需要换，我们一并给人报上去，行吧？